近日，在社群平台 Threads 上出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发问：这块地方如果是台湾统治，会怎样？注：此处所称台湾统治，亦即由中华民国政府治理。提问者附上一张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图，在红圈中标示出福建省南部与广东省东部的一片区域，包括闽南的厦门、漳州以及潮汕地区的潮州、汕头、揭阳等城市。这看似简单的一句提问，瞬间掀起了网络风暴。发文者透露，他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不久前金门立委陈玉珍公开宣称，金门人不是台湾人，而是福建金门人。金门地理上接近中国福建，但政治上属于中华民国管辖。陈玉珍这番话引发争议，也启发了原 PO 去反思，如果中国大陆的某些区域由中华民国来管，情况会不会不一样？于是便有了这个大胆的假设性发问。没想到这则贴文在网络上疯传，引发海峡两岸网友的热烈关注。截至目前，短短几天内浏览次数已飙破318万。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大批中国大陆网友竟然翻墙涌入留言区参与讨论。所谓翻墙，指的是中国网友突破严密的网络封锁，长城防火墙，进入境外的社群平台发声。在中国国内 ，Facebook、Twitter、Threads 这类平台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这次许多大陆网友不惜违法翻墙，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他们的反应彻底颠覆了过去我们对小粉红、中国民族主义网民的刻板印象。这场跨越防火长城的留言潮，没有出现我们预期的愤怒、爱国声讨，反而是一片出乎意料的认同与幽默。当这则提问贴文曝光后，涌入的简体字留言令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过往只要牵涉两岸话题，网络上往往战火四起，对立严重。然而这回留言区竟然异常和平，甚至充满了跪求被台湾统治的戏谑口吻。许多中国网友用简体中文热情响应，仿佛在对提问者喊选我选我。他们的发言既幽默又直白，充分反映出对现状的不满与对台湾体制的向往。以下摘录几则具有代表性的翻墙留言。我不敢想月休8天的生活，我会不会爽死？此中国网友甲感叹，每月能休息8天，即每周双休的日子，对他而言简直像天堂般幸福，甚至好到令人不敢想象。谢谢，请问什么时候开始？请中国网友乙兴奋地询问，好似真的有个被台湾统治计划即将启动，迫不及待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凭什么只有广东福建？我们山东哪里不好了？来自山东的网友调侃道，为何只有闽南、潮汕地区能被划入圈？山东人民表示也很向往，凭什么把我们漏掉？活动会包含上海吗？可是上海网友不甘寂寞，戏称这项活动能不能把国际大都会上海也算进去？言下之意，连国家经济龙头上海的居民都在幻想另一种统治，考虑再往上扩大些版图。再有网友敲碗请求，希望红圈范围再往北扩大，更广泛的涵盖中国土地，语气中透着期待。求求你们了，把南京收了吧！江苏的网友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恳求，连南京这样的古都也想加入，被台湾管辖似乎成了一种渴望。为什么不带福州玩？福建省会福州的网友提出抗议，身为福建的一部分，福州也想被纳入啊，怎能厚此薄彼？泉州为什么被排除？泉州闽南大城，泉州本就在红圈附近，当地网友看到列表中没有泉州，纷纷提出异议，表示泉州人也举双手赞成。为什么不划到南京？就因为远吗？不，另一位网友不忘再次点名南京，揶揄道，就算距离远也没关系，我们愿意被统治，距离不是问题。可以包含香港吗？某星甚至有香港网友或关心香港的人出声，询问这个美好的假设能否把如今特殊行政区的香港也打包进去，一同接受台湾模式的治理，怎么不把整个广东圈进去？久有人嫌不够过瘾，直接提议干脆把整个广东省都圈起来，由台湾接管算了，显然对现状颇为失望。能不能往下一点，把珠三角圈进去？这则留言巧妙地要求把广东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珠海等经济重镇都纳入范围，意思是不仅沿海一隅，我们也想要。
可以看到，从华北的山东到华东的上海、江苏，从福建本省到广东全境，甚至远在南方的香港，各地网友纷纷响应这场幻想接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生怕自己的家乡被遗漏在红圈之外，场面既滑稽又令人深思。整个留言区画风突变，犹如开启一场脑洞大开的全民投票，票选哪个省份想加入中华民国管辖。更有趣的是，留言者的语气几乎一致地充满期待和恳求，完全不见平日时常出现的谩骂或对立。他们所展现的仿佛是一种对更美好生活的集体向往，哪怕这种向往带有调侃性质，依然真切地透出了对现实的不满。这种和谐的反应也令台湾网友大为震惊。许多台湾乡民特地去看了这篇帖子，结果发现繁体字与简体字在留言区和平共处，双方没有互呛谩骂，只有心照不宣的幽默对话，直呼大开眼界，有够和平，好好笑。台湾网友假惊叹留言区出奇的平静融洽，感到不可思议又忍俊不禁。我怎么也想不到，点开留言区不是吵架，而且对方在要求能不能画宽点。网友以笑称，从没想过有一天看到两岸网民不但不吵架，还在讨论要不要把红圈画大一点，一起加入。留言区是在和平什么？笑死！有人调侃平时剑拔弩张的两岸论战，这回竟变成大型求合作现场，不禁大笑。难得看到繁简大和平，网友丙感慨地说，繁体中文使用者台湾人与简体中文使用者中国人居然难得地站在同一阵线上，有如两岸大和解的缩影。我们没有觊觎别人家园的习惯。也有台湾人幽默回应，强调台湾可没有侵略别人的欲望，暗指中国政府老爱说台湾想独立是觊觎领土，实际上台湾民众并无意主动接管，谁只是对方自愿送上门来，嘴巴讲大中国，身体很想当台湾人。这句点出了关键，许多中国人表面上高喊爱国统一，骨子里其实羡慕着台湾的生活方式，行动上很诚实地表达了向往。会翻墙出来的都是清醒的中国人。台湾网友丁认为，愿意冒风险翻墙上国际网络发声的，大多是比较清醒、看得破现实的人，他们不像体制内宣传的那么死忠。超好笑的，第一次看到留言区一堆人那么希望当台湾人，网友误笑到不行，直言从没看过有这么多中国网友公然表示希望成为台湾的一份子，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这边怎么这么和平？真谢谢哪层我们台湾没有侵略别国家的习惯。另一位台湾网友再次幽默强调，台湾人没有要侵略谁，只是对于这种和平讨论感到讶异且莞尔，就是在等台湾人用梗图反制中国抖音小红书的信息战。看到这篇开心坏了，爱看台湾人请多发。也有人将此视为信息战的新战场，笑称中国近来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对台湾发动舆论攻势，不如台湾这边多发一些类似梗文，反将一军。因为显然中国网友自己看了都很埋单，甚至有台湾脆友列出优点包装成的蓝酒缺点，这反向劝退。脆友是台湾乡民对中国网友的戏称，谐音自脆弱的玻璃心，意思是说，甚至有台湾网友反串，用列举台湾种种不好来反向劝中国网友打消念头，但列出的所谓缺点其实全是优点，例如民主太麻烦，想说什么都可以说，没有挑战性等等，讽刺意味十足。总之，这场留言大混搭让台湾人看得目瞪口呆，莞尔失笑。平日里紧绷对立的两岸网民，难得以如此戏谑和平的方式交流了一回。有人形容这景象是网络世界里两岸统一了片刻，只不过统一的方向正好相反，不是台湾被祖国统一，而是祖国的人民向往由台湾来统一他们。短短一句假设性的提问，竟引来大批中国网友集体跪求加入，这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心理和现实？为什么平时歌颂祖国好棒的中国年轻人会在匿名的境外平台上表现出对台湾制度的向往？究竟台湾的什么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不惜翻墙也要来求被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面向来深入探讨。首先跃入眼帘的是那句月休8天，我会不会爽死？
这充满戏剧性的感叹透露出中国年轻劳动族群对合理休息的强烈渴望。在台湾，每周5工作日，周休2日是法律保障的基本劳动权益。一般上班族1个月大约有8天假日，这是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安排。台湾人可能习以为常，甚至偶尔还嫌不够，希望有更多弹性休假。然而在中国大陆，许多人的现实却远非如此。尽管中国劳动法表面规定1周工作5天，每日工时不超过8小时，但实际执行中，周末双休对相当多行业而言是一种奢望。尤其在民营企业、科技产业盛行着加班文化，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996工作制，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6天。这种非人性的工时在互联网大厂一度被默认为常态，甚至还有企业老板美化为奋斗精神。年轻的中国打工族被迫在无休止的加班中透支健康与生活。几年前，马云、刘强东等企业家曾公然称赞996是福报，引发舆论哗然。虽然之后官方态度有所转变，宣称要整治过劳现象，但实际上加班文化依旧普遍。许多人名义上双休，实际上常常星期六照常上班，或者是大小周，1周单休1周，双休交替。更别提广大服务业、制造业的一线劳动者，长时间加班拿不到加班费者比比皆是。因此，当中国网友看到被台湾统治这个假设时，他们首先联想到的竟是每月可以休8天假。可见在他们心中，台湾代表着一种更人道、更重视劳工权益的工作文化。这个认知并非空穴来风。台湾早在1987年解除戒严后，社会劳动意识逐渐抬头，劳基法、劳动基准法陆续完善，虽然也曾历经争议，例如一例一休的政策讨论，但至少法定上保障了周休2日、加班费、给付、带薪年假等基本权益。不敢说台湾劳工不辛苦，但相较之下，在台湾过劳死并非普遍现象。大多数上班族周末能享受休闲，不会像大陆许多同行那样被工作压得几乎喘不过气。那句我会不会爽死的调侃背后是大陆年轻人沉重现实的映照。甚至有人在微博等内地平台吐槽，我们不是害怕加班，我们是害怕没有生活。正因如此，当他们听闻台湾有更好的劳动环境，就算只是透过网络道听途说的一些印象片段，都足以令他们心生向往。合理的工时、充足的休息，劳工有权利 say no， 这些在台湾理所当然的事，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却近乎是一种梦想般的生活。这也难怪有网友以半开玩笑的语气问，谢谢，请问什么时候开始？仿佛迫不及待等着好日子降临。再看另一个关键，翻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次大批中国网友能够出现在 Threads 上畅所欲言，本身就意味着他们透过 VPN 等手段突破了当局封锁。要知道，在中国翻墙属于违法行为，官方严令禁止人民擅自连接境外网络。普通民众若被发现翻墙，轻则警告，重则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拘留。但依然有不少人冒险一试，原因无他，只因中国国内的言论审查高强，让人窒息。他们渴望看到墙外的世界，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因此，每一位出现在这篇 Threads 贴文下留言的中国网友，其实都已经用行动表明，他向往自由，他们向往不必自我审查，不用随时担心敏感词的环境。而台湾统治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那样的体制下，他们或许就不用再翻墙，也可以畅所欲言。台湾是华人世界中言论自由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无论街头巷尾或网络论坛，台湾人可以公开批评政府，调侃政治人物，媒体可以监督执政党，人民享有集会、游行、出版结社的权利。这与中国构成强烈反差。在中国，大众媒体由党控制，网络论坛言必称正能量，稍有不满言论就可能被删帖禁言，甚至招致牢狱之灾。想象一下，一个中国年轻人在国内网络上看到这则如果给台湾管会怎样的提问，他哪敢转发或认真讨论？这很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分裂言论，一不小心就被冠上涉台违法的罪名。
然而在境外平台，他终于能匿名地说出内心真话，哪怕带点玩笑性质，也是一种释放长久压抑的情绪。许多翻墙留言其实是一种隐晦的自嘲与对体制的嘲讽，他们用跪求、讨赏的语气，实则在挖苦自己很废，需要政府来管的处境。例如那位说求求你们把南京收了吧的网友，表面是在拜托台湾，何尝不是在讽刺自己现有的政府无能或不令人满意，才需要外人收留。另一方面，台湾意味着民主与选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在台湾，但毕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体，总统直选，政党轮替已行之有年。中国网友或许对政治民主化未必有很明确的概念，但潜意识里，他们知道台湾人有权选择领导人，有权骂总统下台，这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无法想象的事。在中国，别说选国家主席，一介平民，连市长、省长都没有投票权，只能由上而下任命，人民当家作主，在那里多半只是口号。反观台湾，小至里长、村长，大至总统，全靠人民一票票选出，政府做不好，选民可以用选票惩罚。这套机制运转了20多年，累积了相当经验。民主制度或许有缺点，但至少给了人民发声和改变的管道。对常年被排除在权力运作之外的中国百姓而言，这无疑具有莫大吸引力。所以，当他们说被台湾统治会怎样，潜台词其实是，要是我们也能像台湾人那样有自由、有选票，那该多好。这份渴望是不能在阳光下直说的，但透过这样一个网络梗，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地传达了出来。正如台湾网友所说，会翻墙出来的都是清醒的中国人，清醒地看见自由的可贵，清醒地认知专制的沉闷，才能开这样的玩笑。除了工作和言论，在社会福利、民生保障方面，台湾给中国网友的印象也明显优于他们自己的政府，这从一些细节可窥见端倪。不少翻墙留言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例如请问什么时候开始，仿佛新政一来，好日子开跑等等。这说明许多中国人感受到当前的生活压力，对自己政府的满意度并不高。他们也许无法公开批评当局没照顾好人民，但在这样的讨论串里，他们用幽默表达了心声，希望有一个更以人民福祉为念的政府来治理。台湾虽然国土小，资源有限，经济总量不及中国，但在照顾民生方面却有不少亮点，是中国所没有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全民健保。台湾的健保制度以高覆盖率、低自费闻名，挂号费和药费都相对低廉，重大疾病治疗也有补助，任何人在医院都能享受相似品质的医疗服务。而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乡村基层医疗落后，看病费用昂贵是普遍难题，因病返贫的案例时有所闻。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网友羡慕台湾人的就医条件。虽然本次留言串中没直接提到健保，但可以推想，向往台湾治理的人自然也向往那边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再看教育与房屋等方面，中国年轻世代面临的现实是高房价、高压力、低保障，一线城市动辄天价的房屋让年轻人望房兴叹，就业市场竞争残酷，经济下行导致失业率攀升，官方数据甚至停报青年失业率，让人质疑情况严峻。反观台湾，虽然近年房价也高涨且薪资成长停滞，但毕竟已步入已开发经济体系，整体社会安定，失业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准。台湾人对房价物价也有抱怨，但比起北上广深那些房奴、卷王、内卷竞争之王的日子，台湾的生活节奏和社会压力相对缓和。很多在台湾生活过的陆生陆干都曾赞叹台湾社会的人情味与轻松感。此外，台湾政府的形象与亲民程度和中国当局也判若云泥。在台湾，民选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必须倾听民意、接地气，立委吵架、市长直播夜市买菜等场景都不足为奇。政府官员被媒体当面质询，被人民当街呛声，也是民主常态。老百姓对政治人物不爽，可以在脸书 PTT 上直接开骂，也不用担心警察半夜敲门找茬。然而在中国，官员高高在上，普通人难得见到市长一面，更别提直接批评政府施政，
稍有微词就可能被冠上寻衅滋事。久而久之，中国人民对政府产生一种疏离感和不信任感，觉得政府不会管我们死活。相对地，他们听闻台湾政府虽小，但至少是选出来的，不敢怠慢民意，难免心生向往。当一位上海网友问活动会包含上海吗时，不仅是幽默，更夹带着一丝认真的期待。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照理说享受全中国最优厚的资源和待遇，但即便身在体制优等生的上海，也有不少年轻人感到前途迷茫。2022年，上海经历2个多月严厉封城，物资匮乏，次生灾害频传，让很多市民对政府公信力产生动摇。再加上近期房产经济低迷，裁员风波，此时听到台湾统治这种话题，他们或许难以抑制内心那股不满与幽默感，干脆申请加入。正如一则留言所言，凭什么只有广东福建？背后隐藏的信息是，我们大家过得都不爽，不是某一省的问题，而是整体制度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提问中圈定的闽南和潮汕地区与台湾有一定的文化渊源。闽南地区厦门、漳州、泉州一带与台湾隔海相望，双方居民同源同种，语言相通。今日台湾主要族群的闽南人，其祖先多数正是数百年前从这些地方渡海而来，而潮汕地区的人也属汉族的一支，在语言文化上自成一系。潮州话虽和台湾主流的闽南语不同，但民间也有往来。这些区域的人对台湾并不陌生，亲戚移民、经商旅游，历史上络绎不绝。此外，金门马祖虽小，但作为中华民国在大陆沿海保有的飞地，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两岸对峙的前线。早在冷战时期，金门与厦门之间就上演过大喇叭宣传战，金门高音喇叭播放台湾方面的新闻音乐，厦门则播放共产党宣传口号，双方喊话互骂多年。据长辈回忆，当年不少厦门、泉州的老百姓晚上都偷偷听金门广播，获取墙内听不到的信息，也对海峡彼岸的生活产生种种想象。改革开放后，厦门经济起飞，但两岸制度的差异依旧存在于寻常百姓眼中。许多福建沿海居民透过旅居台湾或海外的亲友，了解到台湾社会的情况，他们知道那里有选举，有自由，即使未必全面认同，也难免将之与自身环境比较。所以，当这个假设抛出时，闽南潮汕地区的网友特别积极地投入讨论，或许在他们心底的确曾憧憬过，要是当年我们这块地方也跟着台湾跑，今天会不会更好？这是一种历史道路分岔带来的想象。毕竟1949年之后，厦门等地由中共执政，金门马祖由国民政府守住，同样的闽南人从此生活在两种制度下，命运迥异。如今70多年过去，这些翻墙留言仿佛让人瞥见平行时空的悖论，如果另一条路被选择，生活也许更光明。这当然只是假设，但透过幽默语言流露的，未尝不是一丝丝真切的遗憾与向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积极翻墙留言的毕竟只是中国网民中的冰山一角，他们多半年轻，受过一定教育，懂得使用科学上网工具，且心态相对开放甚至反叛。在中国国内广大的舆论场上，仍然有许多人深信官方论述，不可能跑来凑这种热闹。因此，我们不能天真以为所有中国人都等着被台湾统治。但此次事件至少说明，在严密管控的中国社会里，确实存在着不小的民意暗流，对现行体制感到不满，对另一种制度心生憧憬。而在那堵网络高墙后面，他们平时没有机会表达，难得逮到这样一个虚拟情境，自然蜂拥而上，言者挟之，听者戒之，大家透过玩笑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共鸣。这场讨论最具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它颠倒了中国官方常年强调的两岸关系剧本。北京当局一直以来对内灌输的观念是，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终将由祖国来统一，仿佛统一后，台湾民众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然而现实民意却相反，绝大多数台湾人并不向往被中国统一，反而珍惜现有的民主自由。而这次中国网友们的反串请愿，正好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点，原来向往被统一的不是台湾人，而是某些中国人自己。试想，这是不是极大的黑色幽默？
中国政府耗费巨资搞对台宣传，文攻武下，宣称祖国统一后台湾会更繁荣幸福。可在墙外的现实是，一提到给台湾管，许多大陆同胞竟兴奋地争先恐后，高喊带上我，算我一份。这场景要是让中南海的统战官员们看见，恐怕如芒刺在背，尴尬非常。他戳破了一个迷思，究竟谁统一谁，谁拯救谁？长期以来的官方叙事把中国大陆塑造成强大而进步的代表，台湾则是迷途羔羊，需要解放来享受祖国的发展红利。然而翻墙留言所反映出的心声却近乎颠倒不少，中国人民觉得自己才是那个需要被解放的对象，希望由台湾这样的自由社会来带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这不禁令人联想历史上的角色转换。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中国大陆，但因内战失利退守台澎金马。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称中国唯一合法政权，而中华民国在国际上逐渐被孤立。但是70多年过去，两岸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方高速成长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但政治体制依旧封闭集权；另一方从威权转型为成熟民主，在经济规模上虽远不及对岸，人民生活品质和自由程度却有口皆碑。这就造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论国力，台湾不如中国，但论吸引力 soft power， 台湾的体制和生活方式似乎更得人心，至少在这场网络事件中有了印证。更具讽刺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在法律上至今仍主张对大陆地区拥有主权，虽然实际已不治理。从宪法架构上讲，厦门、漳州乃至南京、上海，在中华民国眼中都还名义属于固有疆域的一部分。当然，这只是历史遗绪，现今台湾主流民意并无意真正对大陆行使主权。然而，中国网友们却自发地在网上演绎了一出欢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再次插遍大江南北的戏码。他们跪着喊，请把南京收了吧，仿佛再现当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管辖，只不过是在幻想中复辟，这岂非莫大的讽刺？若从统派人士的视角，或许会感叹，看来统一两岸其实很简单，只要换个方向，不是共产党统一台湾，而是让中华民国重回大陆，如此一来，两岸不就统一了吗？当然，这终究只是网民的戏谑，但其中折射的民心向背却值得深思。也有台湾网友提到，这场景让人想到身体很诚实这句网络流行语。平常不少中国网民在自家平台上高喊爱国，把台湾人骂得一无是处，可真正到了能匿名讲真心话的场所，他们的身体手指很诚实地打出了求求你台湾管管我们这样的言论。正如有人调侃的，嘴上喊着中国第一，心里羡慕得要死，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在集权环境下，表忠心往往是被迫的，而羡慕别人的美好生活却是人之常情。所谓爱国，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在高压下的表演，而一旦有机会卸下面具，普通人无论国籍，都会向往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次中国网友集体对台湾体制投以羡慕票，用轻松诙谐的方式证明了这点。对北京当局而言，这种思想滑坡无疑是最不愿见到的，难怪中国官方要筑起高墙，严控舆论，正是害怕人民见贤思齐，拿自己相比后心生不满。所以墙内的宣传永远强调中国制度的优越与别国的混乱，然而谎言终究难敌生活现实，人们会透过自己的境遇体验来判断什么日子更舒心。祖国好不好，老百姓心里其实有一杆秤，当翻墙者们异口同声喊出那番话时，就已经对这秤砣做出了响亮的注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要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让国家富强伟大。然而，如果连年轻一代都在梦想被另一个体制治理，这是否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中国梦的破灭？毕竟，真正美好的生活是骗不了人的，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台湾并不完美，但台湾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国梦的现实样板。在那片宝岛上，人们可以不用做梦就能享受基本人权和尊严，政府不会管到你窒息，社会有多元声音，努力不一定成功，但至少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正是许多中国年轻人心中向往却难以企及的生活。或许有人会说，网络上的发言不足为凭，何足挂齿。然而别忘了，历史上的巨变往往肇始于思想上的转变。当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质疑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台湾那样时，专制体制的正当性就在被侵蚀。这种侵蚀暂时是潜伏在地下的，不会立即爆发为巨浪，但点点星火终有可能燎原。今天他们在 Threads 上半真半假的留言求被台湾统治，明天也许就在心里认定了台湾模式胜过中国模式。这种观念一旦扎根人心，统治者要再用大话麻醉群众就越发困难。当然，我们不会天真的期待中国老百姓真的有朝一日举着青天白日旗上街请愿要加入中华民国，那毕竟是玩笑居多的网络场景，也是极不现实的政治想象。但玩笑背后反映的真心却是认真的，人民要的无非是安居乐业、自由有尊严的活着，哪个政权、哪种制度能够提供，他们就会拥护哪一方。中国政府常宣称自己有制度自信，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本次事件恰恰显示，许多普通中国人对现行制度并不自信，甚至希望借用台湾的体制来复兴自己的幸福。这是一记响亮的警钟，提醒着统治者，民心向背才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一句问报中国网络的提问：这地给中华民国管会怎样？讽刺的是，他所激起的共鸣恰恰证明了被统一与想统一别人谁比较有市场。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当两岸在谈统一议题时，人们会想起2026年初这场奇特的网络民意测验。统一可以，但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真正令平民百姓心向往之的统一，不是土地的并吞，而是两岸都能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那种统一。如果有一天，中华民国的旗帜真能在大陆土地上重新飘扬，那一定不会靠武力征服，而只可能是源于人民的选择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当前，中国网友还只能在暗夜里透过屏幕发出几声调侃的叹息，但这些微弱的声音仿佛夜空中划过的星火，一旦人们尝过自由的滋味，就很难再心甘情愿过囚笼般的日子。或许若干年后回望，我们会发现这场翻墙留言全失控的闹剧，其实是历史给出的一次隐喻。当理想生活的道路被阻断，人们宁愿推倒围墙，重写剧本。正如台湾网友所言，难得看到繁简大和平。也许未来有一天，繁体与简体使用者能在现实中真正和平相处，共享自由。那时我们再回想起这段网络轶事，就会恍然一笑，原来当年的玩笑早已预示了今天的结局。无论如何，民心所向终难违，这场跨墙而出的集体心声，已经在两岸关系史上写下耐人寻味的一页。身处高墙之内的人们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以玩笑为火种，点亮了对美好未来的想象，而那未来会如何实现，则留待时间和人民去回答。中国梦也好，台湾现实也罢，最终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梦。今天他们梦见了台湾，明天或许就该他们亲手去实现属于自己的中国梦，一个真正在人民手中的梦。